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use， 都一段時間冇同大家分享關於燈光攝影啦。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，如果你係一位攝影新手，你想打燈，你需要注意嘅8件事。攝影新手又或者影咗一段時間自然光嘅朋友啊，都會有興趣嘗試下，可唔可以加入一啲外來嘅光源呢？可能開始嘅時候咧，大家都冇乜方向，只會係純粹買一支燈咯。但係往往買咗翻嚟之後咧，都係唔係好知道點樣用，又或者用咗燈影咗出嚟之後咧，個結果完全係唔係你心目中想要嘅嘢嚟嘅。我今日就係好想分享有8件事，大家用光之前係必須要學習同埋認識嘅。第一就係到底你係想用呢個光線去攞嚟照明啊，定係去想創造一啲氣氛俾你照片裡面呢？因為其實所謂我哋加入一啲光線落去你嘅照片裏邊啊，你都要諗加落去做乜嘢？點解要加落去？即係如果淨係覺得好似暗暗地咁樣喎，光啲咯。嗱，如果你淨係得呢一個概念嘅話咧，你係唔會做到你心目中想要嘅結果。因為首先你好似未係好知道你心目中想要乜嘢，可能你只係從其他人嘅作品裏邊睇到一啲相，哇！呢個好似打咗光嘅喎。唔係太陽光嚟嘅喎，咁呢啲係咩嚟嘅咧？佢又唔知喎，淨係知道可能打咗啲燈啦。好多時個落差都幾大下嘅，因為首先你真係要諗清楚，到底你係需要照明定係需要創造氣氛。俾一個例子啊，買咗一間新嘅屋，會裝修下間屋啦。可能俾一個老人家啊，佢淨係中意裝幾條光管就夠㗎啦。裝喺屋企嘅中間咁樣，照光晒。我望呢埲牆有光，望嗰度有光，望總之周圍望都係光晒。年輕人去裝修佢間屋嘅時候，喺個天花個四邊嗰度咧就裝整個天花槽，跟住將一啲光管，甚至係有顏色嘅光管就藏喺嗰條槽裏邊。咁個光管咧就唔係直接照落地下，更加唔會直接照落個人度，其實就只不過係維持喺天花槽啦，同埋個光咧係照到落你個天花嘅中間嘅位置。光管冇直接照到落地下，只不過係照咗落個天花，而個天花咧成為另外一個光源，個光源再反射一啲好柔和，亦都比較微弱嘅光落去地面，光線透過天花中間嘅位置再反射落地下，營造到一個大嘅光源啦。我好似越講越遠係嘛？好似離一題咁樣，但係其實係一模一樣。到底你運用同一條光管係點樣用佢呢？你想創造嘅就好似頭先講老人家想照翻光晒成個屋企，前者係一種照明嘅啫，後者係創造氣氛，一個氛圍嚟嘅。我想照光佢，其實真係好簡單嘅啫，有光就可以照光佢噶啦，唔需要你咩形態啊，唔需要你咩角度啊，你個角度咪就係照住你前邊咯，照光晒就得噶啦。咁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唔係至於淨係想咁樣嘅。第二，你必須要認識自然光，又或者我所講嘅現場光，即係話環境光啊，唔一定係太陽俾你嘅。大部分我哋所經歷到嘅光呢，其實所謂自然光啊，都經過無數嘅反射，因為我哋人只不過係好細粒、好細粒，匿咗喺個地面嗰度。太陽光通過大氣層、通過空氣、通過周圍嘅環境，可能我哋附近有好多建築物，建築物外牆所有嘢都會反射，落到地面有好多樹啊、花啊、草地啊，所有嘢都會營造到一啲反射嘅光俾到我哋。太陽光落到地面產生好多好多嘅散射光，其實我哋真係直接經歷到太陽直射嘅光呢，唔係成日嘅。好啦，天陰多雲嘅時候，俾到我嘅自然光嘅特性又係點樣嘅呢？我諗
喺你用任何光之前，先了解咗一啲自然光嘅特性。我哋認識我哋人造嘅光源，無論你中意用 LED 燈，又或者用閃光燈，連續光就係持續地發光。當我哋用緊呢一類嘅好似持續性發光嘅光源呢，我哋係需要用到快門嘅時間去 capture 光嘅。如果呢一盞燈係比較微弱嘅話呢，我哋需要更多嘅時間去吸，令到你個畫面更加光。開大光圈同埋令到你個快門慢啲，你都可以令到你嗰張相更加光嘅。當然 ISO 提高都會令到你呢個光源變得更加光嘅。咁呢一個呢，就係連續光嘅特性。你想吸多啲光，你就慢快門，但係慢快門影人嘅話呢，都好大機會會有更多嘅 motion blur，例如你自己手震啦，例如你個主體會有輕微嘅移動啦。如果佢係行緊嘅，更加冇可能。咁所以呢啲呢，都係你用連續光需要注意嘅地方。連續光嘅色溫啦，例如啱啱用緊嘅呢個係一個白光啦。白光一般嚟講都係模擬緊一個正午嘅太陽光。連續光我哋會有唔同嘅色溫嘅，例如好似呢盞燈咁樣 LED 嚟嘅，大概佢模擬3000左右嘅 K 數，模擬一個 tungsten 嘅色溫嚟嘅。同埋連續光咧比較容易俾我哋睇得到，照到邊度咪照到邊度咯，個陰影係咩樣咪咩樣咯。咁呢個係比較容易嘅。我哋自己用緊嘅呢一啲 LED 燈咧，大部分其實個力度都好有限，因為閃光燈咧佢可以短時間內產生一個好強，亦都好有力，亦都非常之有效嘅一個閃光速度，可以凝固到我哋前面個主題。第三點就係去了解下閃光燈啦。我哋有 hot shoe 嘅 hot shoe 咧就係可以插落機頂度用嘅。OK， 另一種就係冇 hot shoe 嘅。呢啲我哋所稱佢做影樓燈啦，即係佢唔係擺喺相機個頂嗰度嘅。咁我哋認識閃光燈嘅時候，最基本嘅就係呢一種閃光燈嘅燈頭咯，一條好幼好細嘅一個閃光嘅光管。而呢一種呢，就係真係比較大型嘅啦。OK， 因為如果大家對光線唔係太理解佢嘅特性嘅話呢，其實你係好難去運用佢。當我哋就咁打嘅時候，係你會產生到光線。你中意喺側邊打，你亦都可以產生到角度。你可以 zoom in zoom out， 亦都改變到少少佢覆蓋嘅範圍同埋距離照射嘅距離。咁但係如果你對佢哋光嘅光源嘅特性唔了解嘅時候呢，其實你冇辦法去主動去改變呢個形態，而去達到你心目中想要嘅目標結果。快門光圈 ISO 我哋都係用 stop 1級、2級、3級。其實我哋用閃光燈嘅 stop 都係一模一樣嘅啫。我哋每增加1級閃光燈一樣，我哋就增加1倍嘅光線。連續光呢就需要用快門嘅時間去 capture 嘅，但係閃光燈係一閃即逝，佢個速度往往都會比你嘅快門速度更加快好多。所以咧，佢閃完之後，你個快門通常都未閂嘅。咁所以咧，快門基本上係不太影響閃光燈，因為閃光燈閃完就唔見咗，所以你個快門就算長開啊，閃光燈係唔會光咗嘅。所以咧，閃光燈同快門基本上冇乜一個絕對嘅關係，但係機械快門嘅一啲限制咧。閃光燈係需要同步你個快門嘅。關於閃光燈同埋快門嘅關係呢，大家亦都可以參考翻我以前嘅影片。第四，大家必須要認識嘅啦，平方反比定律可以講係光運行嘅一種定律啦。但係有時會明顯，有時會唔明顯嘅。無論你用自然光又或者用閃光燈，所有光線出現都必須會按住 inverse square law 嘅特性去運行嘅。所以如果我哋作為一個攝影師，作為去控制光線嘅人，你唔認識又或者你唔再深入去了解 inverse square law 平方反比定律嘅話咧，你係運用唔到光線嘅。因為 inverse square law 咧係可以隨住光源嘅大細啦、距離啦而有所改變嘅喎。改變乜嘢咧？改變佢明顯同埋唔明顯啦。
喺某一啲嘅 modifier 裏邊咧，我哋直情好似可以係突破咗定律，而去改變咗原來應有呢個距離而產生嘅結果。有光出現，自然就會有 inverse square law。如果攝影師嘅腦係冇呢一個 concept 喺裏邊嘅話咧，其實你係用唔到，亦都可以講你係用唔好光線嘅。無論而家拍 video，又或者任何嘅光線出現，我要去設計個光線喺邊度打，到底擺啲咩工具，我個腦一定不斷出現 inverse square law 嘅特性，因為我一定要憑住呢一個嘅法則去判斷距離、判斷佢嘅力度、判斷佢嘅形態。會唔會有人個腦係冇 inverse square law，但係佢又做到嘅呢？有嘅，佢一定對呢一樣嘢熟得好緊要，好似呢一樣嘢已經入咗去血㗎啦。佢個腦唔需要一日到黑都提住，佢已經變咗好似一個 sense， 佢已經係好似呼吸咁自然。知道個光一望落去咩樣，我就會知道應該係咩距離，又或者佢嘅特性係點樣。呢一樣嘢佢就唔需要成日將 inverse square law 掛喺把口嗰度，因為呢一樣嘢已經融入咗佢嘅身體啦。你可以話唔需要成日都提住呢樣嘢，可以嘅，除非佢真係咁入到你嘅心入邊，你駕輕就熟可以做到。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呢，我覺得你一定要認識到底 inverse square law 嘅特性之餘，你要認識點樣去用佢，去達到你心目中嘅目標結果。呢一樣嘢係最重要嘅，而唔係純粹知道 inverse square law 嘅法則。因為純粹要知嘅話呢，唔係太難理解嘅啫。但係要用出嚟呢，的確可以肯定，唔係好多人可以用得好。再下一點啦，就係要認識白平衡同埋掩飾度啦。任何嘅光線呢，都會有佢特定嘅白平衡同埋掩飾度。雖然大家都係閃光燈，但係其實咧每一支嗰個色溫咧可以肯定一定有所差異嘅，但係唔會話好大嘅。大家個目標都係模擬中午嘅太陽光，就係白光。所以閃光燈咧，基本上你買親任何閃光燈都係白色光嚟嘅。其實有啲同學都會問如果我用顏色嘅 color gel 嘅時候，有啲色片啦，咁我應該調乜嘢白平衡咧？其實你唔需要調嘅喎，白色照落咩色，佢咪係咩色咯，係嘛？如果支閃光燈本身唔係白色嘅話，照落一啲顏色片度，咁佢咪會產生咗另外一種顏色咯。你去用光嘅時候，你一定要知道閃光燈本身就係白色光嚟嘅。以後你攞住呢一個白色光去到任何場景去影相嘅時候，你就要留意一下點樣去判斷，點樣去平衡你現場嗰個white balance。咁至於掩飾度咧，其實喺閃光燈上邊咧就唔需要多講嘅，因為咧閃光燈已經發展咗好多年㗎啦，所以閃光燈嘅掩飾度咧一般嚟講其實已經係非常之高㗎啦，一般都會去到95啊、97咁樣㗎啦。當然啦，而家嘅 LED 咧都比6-7年前咧發展得成熟咗好多㗎啦，都可以越做越好。咁啊，但係咧只可以講 LED 嘅參差咧一定比閃光燈嘅參差大好多嘅。係啊，LED 可以好靚嘅。係啊，可以好靚嘅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一般去買翻嚟嘅一啲照明用嘅 LED 咧，都仲係幾差下嘅。咁呢個落差咁大咧，大家就要小心留意啦。再下一點咧，就係你必須要認識掃光工具 modifiers。咩叫掃光工具咧？擺到明就係將個光塑造一個新嘅形態出嚟。例如呢一盞台燈咁，佢本身只不過一粒燈膽嚟嘅啫嘛。落咗呢一個嘢落去外邊嘅呢一個罩咧，望落去個 pattern 啦、光影啦、形態啦，望落去都好靚。呢個咧就係由入邊一粒好普通，亦都唔好睇嘅燈膽，轉化成一個可以裝飾、有新嘅形態、新嘅光線嘅角度、啲陰影去創造嘅氣氛同埋柔和嘅光線。呢個本身已經係掃光工具。只不過呢一種咧係一個裝飾啦，同埋氣氛。照明你話佢好光咩？攞開佢咪仲光，但係唔可以成日計光暗噶嘛。我哋係真係需要氣氛啦，同埋形態。所以如果我哋真係想將呢個光線係照落個人度，係攞嚟做攝影作用嘅話咧，成件事嘅要求係需要更高嘅。我哋將新嘅光線嘅形態、力度、大細、距離
去投射喺我哋嘅主體上邊。所以唔同嘅 modifier 咧，大家係必須要重新去認識一下。咁由於 modifier 嘅種類實在太多啦，硬光罩啦、柔光箱啦、反射嘅遮啦、直射嘅遮啦，例如 beauty dish 啦，其實太多唔同類型嘅 modifier 咧，係會產生嘅光線咧，係絕對係極大嘅不同嘅。柔光箱都分好多種嘅，有 lantern 啦，有 strip softbox 啦，係嘛？有方形嘅啦，有圓形啦，八角罩啦。咁的確有太多唔同類型嘅嘢咧，產生出嚟嘅結果亦都係大不同嘅。而我哋用唔同類型嘅燈出嚟嘅結果，亦都有唔同嘅。除咗呢一啲嘢咧，其實背後啊，我哋都好着重嘅就係光線嘅特性啦。閃光燈咁計咧，閃光燈本身我哋係睇唔到嘅，佢一閃就唔見咗。佢閃嗰下我都唔係好睇到嘅。咁變咗我哋一定要了解光線本身嘅特性啦。了解咗個特性之後，我哋再了解我哋落咗咩嘢嘅 modifier 會產生乜嘢嘅結果。呢啲全部都需要攝影師嘅預示，即係話佢唔閃，我已經預計咗係會點樣嘅。所以你咁樣你先可以用到呢支閃光燈。光線嘅特性咧，最基本係分3種嘅。第一種就係擴散性嘅，就係喺中心點擴散出去嘅。第二種就係平衡嘅。第3種就係聚焦性嘅光線。大部分自然產生嘅光線情況之下咧，都會係第一種同第二種嘅。第一種同第二種咧，基本上啊都會喺同時間發生嘅。簡單講，一個光源當喺呢一點度出發，喺前半段嘅時候，光線就會喺呢一度產生一個 V 字咁樣產生出去。喺前半段嘅位置，我哋都會見到一個好大嘅明顯嘅角度咁樣擴散出去。但係當光線去到無限遠嘅位置嘅時候咧，其實光線嘅角度就顯得唔明顯嘅啦。例如一個例子，太陽距離我哋好遠啦，太陽係一個光源。如果我哋好宏觀去睇呢個太陽嘅話咧，理論上太陽都係一個咁樣擴散出去嘅光嚟嘅喎，係嘛？咁好近太陽嘅時候，當然我哋都會睇得到原來係有角度嘅。但係當太陽咁巨型，我哋地球咁細，仲要距離咁遠嘅時候咧，我哋喺地球感受到太陽嗰種光咧，就變得平衡啦。我哋唔係好睇到光咁樣變出嚟嘅，係嘛？我哋可能距離搭幾個鐘頭飛機去第二個國家，我哋所經歷嘅光，如果喺萬里無雲嘅情況之下，應該係一樣嘅啫喎。唔好講到去太極端啊，啲極地嘅環境嗰啲啊，大部分情況之下，我哋所經歷到嘅光線都係一樣嘅。呢個就係平衡光同埋擴散嘅光。對於我哋用閃光燈啊，呢兩種光有啲咩分別呢？最簡單啦，我今日就冇辦法可以講得非常詳細啊，但係用一個簡單嘅例子。如果我哋隨住 inverse square law 嘅特性嘅話咧，喺距離光源越前嘅位置嘅時候咧，光線嘅 fall off 係會非常之急速嘅，又可以講光線嗰個遞減咧係非常之明顯嘅。所以我哋運用 inverse square law 咧，其實好多時都係去控制我哋嘅 background， 控制個光線嘅 fall off 嘅速度、時間同埋範圍。所以如果大家係想影一啲有 mood 嘅相嘅時候，光源往往都係擺得比較近個主體，就會產生光暗嘅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差異。相反，如果你係想影一班人嘅合照，如果你係企幾排人嘅話咧，仲要有個 backdrop 咧，你肯定嗰個光線係唔平均嘅。點樣可以令到佢平均啊？參考下太陽，將個光源擺得比較遠嘅時候，後邊嗰段光就係平衡光速啦。OK， 如果大家都係想了解更多嘅話咧，亦都係睇翻我以前分享過嘅影片啦。點解講下好似講嚟講去啲嘢都好似差唔多咁嘅咧？其實有好多都係差唔多，但係咧坦白講，每一個 topic 攞出嚟講咧都可以講好耐嘅，所以大家唔好忽略呢一樣嘢啊。頭先講緊嘅係一個光線嘅特性啊，擴散嘅啦、平衡啦同埋聚焦啦嚇。咁呢個光源嘅特性到底乜嘢叫光源呢？好想大家搞清楚啊！
例如我繼續用太陽做例子，萬里無雲嘅情況之下，我哋望上天見到嗰一粒光，就係太陽嗰一點光。我哋基本上遞起隻手指公，已經將嗰粒太陽遮住咗啦。個特性就係嗰點光係細得好緊要嘅，距離我哋嚟講啊。當然太陽好巨型，地球都好巨型，但係喺咁嘅距離嚟講，喺咁嘅距離望過去嘅話呢，個太陽只不過係一點光，點光源，陰影非常之硬，但係佢可以達到一個非常之高嘅飽和度，非常之高嘅對比度。OK， 亦都非常之高嘅顯色度。OK， 咁呢個係非常之好嘅光嚟嘅，但係中唔中意，又或者你用唔用到係另計。天陰多雲嘅時候呢，太陽再係唔係我哋所講嘅光源呢？觀點與角度啦，你可以話佢係嘅，始終發出光嗰個都係佢。但係喺我影相拍攝攝影師嘅角度，太陽再唔係啦，因為太陽呢係照落咗上高啲雲，而啲雲到底咩形狀呢？厚啊定薄呢？ cover 到有幾闊呢？距離地面有幾近呢？呢一 part 先係攝影師着緊嘅嘢，因為呢一 part 先係直接影響緊地面嘅色溫啦，影響緊地面嘅陰影嘅變化啦，光嘅力度啦 ，intensity 啦。其實呢啲全部係最後接觸我哋主角嘅最重要嘅部分。所以喺攝影師嚟講呢，我哋用唔同嘅 modifier 先係我口中所講嘅光源。好似呢盞燈為例，入邊嗰粒你可以話係光源，但係喺攝影師嘅角度，又或者我嘅角度，呢一個外邊嘅呢個罩先係光源。咁所以呢，當我哋去落唔同嘅 modifier， 當我改變過任何嘢嘅時候，呢一個 modifier 先係我所講嘅光源。所以大家日後去學習用光線，無論你用閃光燈又好，用連續光都好啦，我哋一定要諗清楚，到底最後產生光線去到我哋個主體嘅時候，到底係用緊乜嘢嘅光源？呢個光源嘅特性到底係乜嘢？只要你了解呢一樣嘢，你會更加清楚你打出嚟嘅係乜嘢嘅光，有冇能力創造到你心目中想要嘅畫面。去到最後一點啦，就係認識陰影。陰影咧其實都有好多層次嘅位置嘅。簡單講，陰影都有深有淺嘅。咁到底個陰影係點樣產生出嚟呢？又或者陰影係憑住乜嘢去改變佢嘅層次呢？冇錯，就係你個光源，你個油光箱係乜嘢嘅形狀嘅，絕對係會影響到你個主角嘅陰影，亦都隨住光源同主體嘅距離而去影響呢個陰影嘅形態。當你知道 modifier 嘅特性，知道點樣嘅距離會產生點樣嘅陰影結果，你越嚟就越開始掌握得到到底打燈係乜嘢一回事啦。睇到個攝影師喺呢個角度打落去，你又根據喺呢個角度打落去，可以肯定你咁嘅模式去學習嘅話，我諗你都幾難可以叫做掌握得到，又或者簡單講，你係控制得到呢個光線，而可以好似隨心所欲。我想個氣氛係點，我想佢氣氛係點。因為你只能夠去模仿其他攝影師咁樣打，呢個只不過係你表面可以學習到嘅嘢嘅啫。因為實質上最緊要嘅嘢，你係完全冇學習過，你係缺乏呢一樣嘢。所以咧，以上嘅8點咧，我係強烈建議大家一定要花心機時間去認識，因為更多嘅嘢係需要攝影師 output 出嚟去投放喺俾你嘅主角嘅。佢嘅服飾、佢嘅造型、佢嘅皮膚、佢嘅輪廓，絕對都會影響得到你應該用一個乜嘢嘅 modifier 去投射俾你嘅主角。今日雖然唔係好仔細逐一去講解，但係我希望咧，以上嘅8點對大家咧係有更明顯、更明確嘅一個方向同幫助嘅。如果大家真係好有興趣了解我剛才講嘅8點入邊嘅細節內容嘅話咧，歡迎大家再睇返我以前分享過嘅影片。我哋下次再分享。